Yo, what's up? This is Big Ben in the building.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篮网和湖人的近况吧。To the front court, Russell pull up. No, Russ, no, he missed it. Taken now by Portland. They can take the lead. Oh, Nurkic knocked out Beverly.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下 NBA 目前的战况，可以说是十分激烈，并且未到最后都不知道结局。尤其是有着 KD、LeBron、Curry 的球队，居然暂时都敬陪末座，该谈的不谈，该上的不上，就让我开始摸不清所有球队的套路了。但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的话题是篮网和湖人的事情和后续对球队造成的影响。篮网的方面，在上半年的影片，我说到我们的疯之子 Steve Nash， 他是个很大的问题。他当教练需要找到合理使用三巨头的方式，并且不要把持球点只放在 KD 一个人身上。要解决问题，可能可以多执行不同的战术磨合，并且补强一些助教来帮助 Nash 提升他的教练之路。结果你猜怎么着？篮网的做法直接简单粗暴，直接把人家给裁员掉了。OK， 这部分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奇怪。首先，我要提出的疑问就是，如果篮网管理层那么不相信 Nash， 那为什么在 KD 喊 trade me 的时候，不要顺势将 Nash 炒掉就好？如果你要挺 Nash， 那你就应该挺到底啊！现在才过了6场各位，只过了6场你就把人家炒鱿鱼，那你要人家以后怎样相信篮网的管理层？而且我必须要帮 Nash 讲一句话，站在 Nash 的立场而言， Nash 所使用的阵容从来都不是相同的人，不仅不相同，而且还非常的不稳定。首先你先看，前有 James Harden 伤病喝奶昔，后有 Kyrie Irving 开灾不打疫苗，篮网随后又将 Harden 交易去76人换来了 Ben Simmons， 更是太好了，更大的巨婴，先是不能打球，后是执着于传球，再不然就直接给你饭满毕业。除此之外，大家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现在的 Ben Simmons 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目前 Ben Simmons 的切入只有 3.54， 这和他在健康前的 9.27 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请问你是 Nash， 你是要怎样带领这支球队赢球？ Harden、KD、Irving 总共只打了16场比赛，各位，16场比赛，你是期待看到什么化学效果？但这一切都不是借口，因为在 NBA 它就是个商业联盟，教练他就是个工作，如果你带领不到球队拿冠军，你就是会被炒鱿鱼，所以合情合理合法。但我想说的是，篮网这边夸张到基本上每一年都会换一名教练。这次篮网的教练热门人选是乌多卡，如果今天乌多卡没有在一年里面带篮网赢球，那是不是明年他很可能会被炒掉？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很期待乌多卡可以在这个篮网执教。无可否认，在防守方面他会是很擅长的专家，看看去年他怎样把 KD 守死就好了。所以如果他真的可以到来，我相信篮网的防守实力可以大大的增加。毕竟篮网目前的防守数据是122.4，全联盟最低。如果他可以拯救这支球队，那看来也会是他教练生涯的代表作之一。只不过我希望他可以及时证明自己啦。像前面说到，篮网一年换一个教练，每一年看到篮网的教练我都不知道换了几个。如果有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好，这个就是篮网的部分，希望 KD 未来还可以上演救世主的戏码。那么我们就回到来湖人的方面。其实说真的，虽然全部人都在骂湖人，但我真的要帮湖人说一下话。我觉得 Darvin Ham 对于湖人的这套阵容还是有点想法的。首先是 AD 的部分， Ham 让 AD 更多在弧顶持球或者执行挡拆，这是 AD 以往在湖人系统下非常少打的一个位置。
让 AD 在比较远的位置持球，除了能让他定点投篮，又或者是挡拆后 pop out 外，最大的好处便是让 AD 在切入的时候可以蓄力加速的时间与空间。而且大家也知道AD 的天赋那简直就是无话可说啊！各位，你们试想一下，这套阵容里的 AD 有外线，有切入，有背打，有 roll in， 你和我说湖人可以夺冠，我也相信。可是这一切的前提都是 AD 必须要一直健康下去。只要他健康，搭配 Nunn、River、Beverly 和 Walker 这些年轻球员，不止满血，而且还会打挡拆，跟单靠 LeBron 的挡拆完全不是同一个 level。当然啦，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龟龟啦。不过说到 Westbrook， 我这里真的要给他一个大大的 respect。别的不说，从替补出发这一点，我就可以给他很大的称赞了。毕竟，如果他还是那么执着的打先发，可能明年他就拿不到合约了。而且，我相信 Ham 一定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沟通这一件事情。可是，通过这几场的比赛画面，我相信许多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Westbrook 和 LeBron 的时间错开了之后，整体呈现的比赛细节是非常流畅的。Westbrook 这2-3场比赛搭配 JTA、Nunn、Gabriel 和 Matt Ryan 可以回到 Westbrook 最适应的打法。他们除了可以一起跑 transition 以外， JTA 和 Gabriel 也可以充当 role man 的角色。至于 Ryan 和 Nunn 则是有出色的外线能力，可以搭配 Westbrook 炸弹以及分担持球的压力。再加上 Westbrook 还有第二点，就是我发现到，这几场比赛他的防守是有所进步的。要知道 Westbrook 很容易在无球跑位的时候被对手切入，但 Westbrook 目前是拼了命的回防，甚至印象最深刻对上金块的那一场，给了 MPJ 一个大大的火锅，这让我看的真是五体投地啊！各位， Westbrook 能不能在湖人打得舒服，这将会是总教练的考验。如果他能够善用 Westbrook 的特质，虽然 Westbrook 老了啦，但是我相信 Westbrook 的切入还是蛮不错的。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皇帝啦 ，OK。LeBron 跟一堆小将搭配，如果没发生不要防守的情况下，其实说真的，现在看下去也蛮舒服的。至少大家想象一个画面，现在的弧顶不是 Westbrook， 而是一个需要防守的小将。目前持球的后卫也非常的多，再也不会是每一场比赛看 LeBron 持球分球的画面。不过，我还是要吐槽一下防守的部分。拜托 LeBron， 你是球队的大哥那么你的防守可不可以积极一点？如果 LeBron 的防守态度没那么积极的话，当大哥的没有带头，其他小将自然而然也不会那么的积极配合。不过说真的，LeBron 老了也是事实，但在昨天看到 LeBron 对决爵士的比赛，讲真的，我也是认为他自己尽力了。他真的整个湖人有被带动起来，我觉得真的有变好很多很多了。我知道你们喷之前，我知道他们还是输球了。昨天 LeBron 那该死的命中率 ，Westbrook 还是被 Conley 过了几次 ，AD 也一样不断的被 outplay。但是像我前面所说的，我觉得 Ham 的想法呢，他目前这一套系统就只是增加了禁区的防守，让 AD 充分的发挥了他的角色，非常的有威慑力。但在面对像爵士、勇士以外，以外线威胁制造禁区空档的球队，当然他们就会有很大的弱势，并且这只是刚开季。我相信 Ham 还可以尝试不同的阵容以及不同的打法去带领湖人赢球，所以到底之后遇到用外线来制造威胁的球队，应该要怎么处理呢？这就要看一下我们 Ham 的想法了。不过我相信湖人保持这样的状况下去，总冠军我不敢说，我就先立个 flag， 我认为他会是一支季后赛的球队。可能是 play in， 也可能是直接晋级，很难说。位置大概就在6、7这样子的一个位置。OK， 我就在这里立一个 flag。那到底最后会怎么发展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好了，这就是今天湖人和篮网的深度解析啦。这一赛季我还是会重点关注这两支球队，并且勇士、灰狼、金块、76人、公牛这些球队我也会重点关注，希望之后也有机会和大家做一做分析。最后在结尾和观众说明本频道的篮球影片的上传频率。目前大雄我还在摸索着大家喜欢怎样的风格或者怎样类型的影片，但无奈也有自己的工作在身，所以如果以后发生很重大的受伤还是很重大的交易案，应该都会以一个2-3分钟的影片来公布最新资讯给大家，否则的话都会以1个月的观察来更新一次的速度来跟大家说我想要聊的篮球事迹。当然如果大家有什么喜欢的风格或者形式，可要多多评论下来，让我可以吸收并且做出大家都喜欢的影片。所以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并且告诉我你之后想要看的内容吧。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 ，Peace and love you。 He checks in along with Troy Brown Jr. to complement the other three on the court. Listen to the crowd. Well, he won it back in 2017. How quickly they change.